根据数据，我国今年40万因慕尼黑而丧命，平均每个人失去了生命。宫殿之所以如此重要，主要是因为其出现机制复杂，早期症状并不明显，因此许多患者在发现时已经处于晚期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。那么，为什么宫殿如此难以感知呢？是否有方法可以早期发现和预防活动呢？张先生今年50岁，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，平时工作繁忙，经常应酬喝酒。他虽然知道自己有 B 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历史，但一直没有引起重视，也没有定期检查和治疗。他觉得自己身体还不错，没有什么不适的地方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开会时突然晕倒了，他被紧急送到医院，经过检查，医生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，他已经罹患了晚期肝癌，肿瘤已经扩散到全身。张先生不敢相信自己会得肝癌，更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是晚期。他问医生，我平常没有什么不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医生告诉他，你的肝癌可能已经存在很久了，但你没有察觉到。因为肝脏是一个无声的器官，它有很强的代谢能力，即使受到损伤，也不会立即出现明显的症状。而且肝癌的早期症状很隐匿，例如疲倦、食欲减退、体重减轻等，很容易被忽略或误认为其他原因。等到出现明显的症状，例如黄疸、腹水、腹痛等，往往已经是晚期了。你这次晕厥可能是因为肿瘤压迫了门静脉或侵入了大血管，导致出血或血压下降。我们帮你做了全身 CT 扫描，发现你的肿瘤已经扩散到了全身多个部位，包括骨骼、肺部、脑部等。你目前处于 BCLC 分期 C7 巴塞隆纳分期，也就是晚期，没有手术和化疗的可能。张先生听了医生的话，心里一片绝望。他问医生，那我还有没有治疗的希望？医生摇了摇头，说，你的情况很不乐观，你的肝功能已经严重受损，你的体能状况也很差，你不适合做手术或化疗，这些治疗方法对你来说风险太大，可能会加速你的死亡。你目前只能选择一些姑息性的治疗，例如口服标靶药物、免疫药物治疗、介入治疗等。这些治疗方法可以缓解你的症状，延长你的生存时间，但不能根治你的肿瘤。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，和你的家人沟通好，安排好后事。张先生听了医生的话，泪流满面。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，想起了自己的事业和梦想，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快乐和幸福。他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发现自己的病情，没有早点接受治疗，没有早点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他觉得自己太傻太贪心了，为了赚钱牺牲了自己的健康。他想，如果自己能够早点做肝 CT 检查，或许就能发现肝癌的迹象，或许就能及时进行手术或化疗，或许就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。但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，他只能无奈地接受自己的命运，等待死神的到来。科普：肝癌的预防与治疗。肝癌是什么？肝癌是指发生在肝脏组织的恶性肿瘤，依肿瘤来源不同，肝癌可分为原发性肝癌和继发性肝癌。原发性肝癌是指起源于肝脏本身的恶性肿瘤，占所有肝癌中的 90% 以上。继发性肝癌是指其他部位的恶性肿瘤转移至肝脏而形成的恶性肿瘤，占所有肝癌的 10% 以下。原发性肝癌又可分为多种类型，其中最常见的是肝细胞癌 HCC， 占所有原发性肝癌中的 80% 以上。其他类型包括胆管细胞癌 CCC 混合型肝癌 HCC、CCC 纤维母细胞混合型肝癌 FHCC 等。肝癌有哪些危险因子？肝癌是一种多因子引起的复杂疾病，目前尚未完全明确其发生机转，但已经确定了一些与其相关的危险因素，包括病毒感染。B 型或 C 型肝炎病毒感染是导致肝癌最常见且最重要的危险因子之一。据估计，在我国每年有约 80% 以上的原发性肝癌与 B 型或 C 型肝炎病毒感染有关。肝硬化是肝癌发生的主要风险因素，约 80% 的肝癌发生在肝硬化的基础上。与没有肝硬化的患者相比，肝硬化患者发生肝癌的风险增加了30倍以上。饮酒和吸烟，过度饮酒和吸烟都会损伤肝脏，导致纤维化和炎症，
增加肝癌的风险。连续10年每天饮酒量超过80克者，罹患 HCC 的风险可增加5倍。吸烟是 HCC 进展中的一个轻微风险因素，可能增加 HCC 风险15%到20%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NAFLD 是最常见的肝病，全球盛行率为25%。NAFLD 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不进展的肝脏脂肪变性，很少与肝脏并发症相关。然而，至少20%到30%的 NAFLD 患者伴随坏死性发炎和纤维化，10%到20%的病例可进展为肝硬化，一部分患者可进一步进展为 HCC。肥胖、糖尿病和代谢症候群，这些代谢紊乱都与 NAFLD 和 NASH 的发生率上升有关，最终会增加肝硬化和 HCC 的风险。全世界约7%的 HCC 病例可归因于糖尿病。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，有糖尿病病史的患者罹患 HCC 的风险增加了2到3倍。食用变质或霉变食物，霉变食物含有黄曲毒素 AF， 是现今发现最强的生物致癌物之一。暴露于高水平 F1 的个体中可发现 P53 基因突变，这是导致 HCC 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变质食物中可能含有其他有害物质，如亚硝胺、苯并 AP 等，也会增加 HCC 风险。水源污染，饮用水质的严重污染，是 HCC 发生的重要诱因之一，尤其是污染的沟水。其次为河水，井水最低。水源污染可能含有3氯乙烯、TC、镉、铅、镍、铊和砷等化学物质，以及甲苯、苯并 AP 和2甲苯等有机溶剂，都显示增加 HCC 风险。职业暴露和遗传因素，职业暴露2氯2苯3氯乙烷 DDT 和亚硝胺等化学物质是 HCC 的另一个风险因素。这些物质透过调节 CYP3A1 基因和缩短端粒来发挥致癌作用。有些人可能有遗传易感性，如血色病、遗传性肝病等，也会增加 HCC 风险。肝癌有哪些症状和征兆？肝癌的症状和征兆取决于肿瘤的大小、位置、扩散以及患者的肝功能和全身状况。一般来说，肝癌的早期症状并不明显，许多患者在发现时已经是中晚期。常见的症状和征象包括疲倦、食欲减退、体重减轻、贫血等全身消耗性症状，右上腹不适、膨胀疼痛、肿块等局部压迫性或刺激性症状，黄疸、腹水、脾大、腹壁静脉曲张等门静脉高压或肝衰竭的表现，骨痛、神经系统症状、皮肤转移等远端转移的表现。肝癌如何诊断和分期？肝癌的诊断主要依赖影像学检查和血液标记检查。常用的影像学检查包括超音波检查、CT 扫描、MRI 扫描等，这些检查可以显示肿瘤的大小、位置、数量、形态以及与周围组织和血管的关系。常用的血液标记检查包括甲胎蛋白、AFP-IP 抗原、CEA 碳水化合物抗原199、CA199 等。这些检查可以反映肿瘤的生长活性和转移，有时候还需要进行肝穿刺切片或手术切除肿瘤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，以确定肿瘤的类型和分级。肝癌的分期是指根据肿瘤的大小、扩散情况以及患者的肝功能和全身状态，将肝癌分为不同的阶段，以指导治疗方案和预后评估。目前常用的分期系统有多种，其中最广泛使用的是巴塞隆纳临床肝癌分期 BCLC 系统。此系统将肝癌分为0期早期、A 期中期、B 期中晚期、C 期晚期和 D 期末期，并根据不同的分期提供相应的治疗建议。